你们好，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新年刚过呢，作为中亚地区最大国家的哈萨克斯坦，在一夜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动荡，使得该国持续了近30年的一个事实上的专制政权是一度的面临着解体的危机，并且呢，直接波及到了中俄这两个所谓的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事件呢，它可以说是2022年刚一开头就飞来的一只巨大的黑天鹅了。它的爆发之突然和演变之迅速，让所有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感到意外。而且它的局势到目前为止呢，它都还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举世关注的突发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它由于俄罗斯的出兵，使得这个形势整个的它是渐趋明朗化了。但是它的后果对中亚和中俄关系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的。那么为了方便大多数的朋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我们还是先来简要的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概况。这个哈萨克斯坦事件呢，它是始于1月2号。当时呢，该国的政府又实施了一项新的政策，就是取消了液化石油气的价格上限。结果呢，它就导致由于这个价格就迅速的上涨了2倍多嘛。因为在当地这种缩写为 LPG 的能源呢，它是被大量的用作汽车的燃料来使用的，所以呢，这个价格的飙升它很快就引发了民众的抗议。那么在2号的当天呢，这个抗议它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地区爆发，但是到了2天以后的1月4号，全国大多数的城镇都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集会，并且呢，与警方开始爆发激烈的冲突。到了1月5号的时候呢，哈萨克斯坦许多地区就已经宣布要进入了这个紧急状态，但是呢，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去进行抗议。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呢，该国的总统叫做托卡耶夫的，他呢就只好宣布说解散了内阁整个政府，并且指责呢就这些内阁呢，很多人说是他们纵容了这个动乱。同时呢，他还承诺说恢复此前那个比较低的燃料的价格，想以此来平息整个这个社会的动荡。但是呢，在短短几天时间之内抗议者的诉求就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了。就是从简单的民生议题呢，它发展到了公开的提出民主化的很多政治诉求。在一个叫做扎脑金的重要的一个抗议中心，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地方呢，这些抗议的民众他们就提出了5大诉求。第一呢，就是要真正的政府改革；第二呢，地方的州长呢要直接的选举。那么在目前为止这些地区的首长他都是由总统来直接任命的。第三呢，就是要回归限制总统任期和权力的1993年宪法。第四呢，是要停止迫害公民活动人士。第5呢，允许与当前的政权无关的人士去担任权力职位。那么大家想一想，对一个实际上实施了近30年的独裁威权统治的政权来说这样的条件它显然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呢，这个镇压者与抗议者之间的这种冲突呢是越演越烈。由于呢有相当数量的警察甚至是军人都倒戈去加入到了抗议者的一方，所以呢各地的冲突它迅速的就演变成为动用了枪支等等武器的一种对抗了。比如说在该国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抗议者呢就冲破了警察的防线，冲进了市长的办公室，并且纵火焚烧了整个大楼。整个局势的陡然恶化呢，它就使得政府迅速的切断了各地的互联网，并且呢对抗议者开始进行全力的镇压了。而此前那个独裁统治了30年，至今他仍然是在垂帘听政的前总统叫做纳扎尔巴耶夫呢，据说他已经辞去了自己的政府职位，远赴国外去治病了。所以呢，哈萨克斯坦的这一次突然爆发的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呢，石油液化气这个涨价，它其实就只是一根导火索了，对吧？它的深层次的原因呢，是与该国长期的这种独裁形成的这种权贵阶层利益的固化，还有包括像政府的腐败横行等等，导致呢民怨积压已久，它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么哈萨克斯坦我们都知道，它是与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前苏联国家。在这个抗议爆发之初呢，俄罗斯的外交部是一度在1月5号的时候有发表一份声明，声称说希望通过对话使哈萨克斯坦的局势迅速的正常化，并且强调说这是哈萨克斯坦的内政，外部势力不得干预。但是到了昨天，也就是1月6号，俄罗斯突然就改口了。他们就声称说，应哈萨克斯坦总统的要求呢，将以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这么一个名义，要展开维和行动。它具体的方式呢，就是俄罗斯立即向哈萨克斯坦派遣了多达5000人的一个空降兵部队，来协助哈国的政府军去镇压这些抗议者。那么目前这场镇压的焦点呢，它是集中在阿拉木图这个城市。当地的警方是声称说，从周3的晚上到周4的凌晨，已经杀死了数十名的暴乱分子。但是同时呢，他们也承认至少有18名的安全部队的成员死亡，其中有2人是遭到了斩首，有超过2000人被捕。双方在这个阿拉木图的市中心最主要的一个广场是爆发了反复争夺的一种拉锯战。那么目前最新的情况呢，是在俄罗斯他们直接的出兵动手以后呢，习近平他也在今天是正式的动口了，就是他向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总统托卡耶夫呢去发了一份口信来表态，对这个托卡耶夫渡过难关呢表示了慰问和赞扬，说这个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斯坦制造动荡，策动颜色革命。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中哈友好、干扰两国合作的企图等等。那么，在连续的得到了俄罗斯和中共的撑腰以后这个托卡耶夫可以说是底气大增，他无视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和平解决危机的呼声。在昨天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呢，他就公开的声称说自己已经命令警察和军队可以在无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对这些抗议者去开枪开火，其实说白了就是可以格杀无论。那么在今天呢，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新闻处他们又有发表一份最新的声明，声称说这个总统托卡耶夫他已经正式的宣布说，所有的地区已经基本恢复了宪法秩序。那么在另一边呢，这些抗议民众呢，我们看到他们也在开始建立自己的抵抗武装。比如说，一个名字叫做哈萨克斯坦解放阵线的组织呢，就发布了一个视频，宣布说正式的成立，并且呢表示将与这个独裁政府和外来的侵略者去作战。而且呢，还有视频显示呢，仍然是有数量众多的军人在继续的倒戈，去加入到了民众的这一边。也就是说呢，虽然这个哈萨克斯坦政府在摇摇欲坠之际依靠着普京的支持，暂时的稳住了阵脚，但是呢，未来这个局势会如何变化呢？它依然存在很大的变数。但是仅就目前演变到的这个阶段而言我们可以说，该事件它已经重创了中共的地缘政治的扩张，它甚至可能累积习近平视为最关键的那个“一带一路”。而且这种风险它并不是来自他视为头号敌人的美国，而是来自于他希望可以背靠背去作战的俄罗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的渊源关系。早在1991年的12月，当时苏联解体以后呢，哈萨克斯坦呢也就宣布了独立。那么在此前是一直担任的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纳扎尔巴耶夫，就是他呢是当选了首任的总统。而这个人他呢是在决定这个苏联解体的投票会议上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之中唯一的一个投反对票的人。所以大家看到吗？就是这么一个堪称是顽固的前苏共的党员，他呢是连续的担任了31年的哈萨克斯坦的总统。他也长期的实施了一种明显的亲俄的政策，比如说像俄语和哈语呢，它是并列为官方语言的。那么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等这些国家呢，他们也有签订了一个叫做欧亚经济合作组织这么一个协约。相互之间呢，就像那个欧盟一样，就是可以实现人员进出，相互之间都是免签的。
那么根据这个条约呢，就是俄、白、哈这3国呢，在2015年的1月1号是正式的启动了3国欧亚经济联盟，预计呢是要到2025年的时候呢，实现呢这个3国之间在商品啊、服务啊、还有资金、还有劳动力等等的自由流动。它的终极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那样的一个经济联盟，就是形成一个拥有1.7亿人口的统一的大市场。此外呢，这个俄罗斯还在哈萨克斯坦呢有租赁了那个著名的拜科鲁尔航天中心。俄罗斯的核能主要的原料呢，它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因为这个哈萨克斯坦呢，它的那个铀就是生产原子弹的原子核能量的那个铀矿，是吧？它的产量是占到了全世界的40%，是最多的。那么当地局势的动荡呢，它已经使得这个铀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而且啊，鲜为人知的呢，还有就是俄罗斯的军方有租赁了哈萨克斯坦在西部的一个叫做萨勒沙干的一个靶场。那么俄罗斯刚刚服役的几款最新式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个飞行，还有它的弹头末端的飞行轨迹的测试等等啊，都是在这个靶场中去完成的。尽管呢，由于这个哈俄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近些年呢，由于中共它的经济开始暴富嘛，那么伴随着这个“一带一路”的扩张，中哈的关系呢就是开始迅速的升温了。先后呢，在这个哈萨克斯坦是建成了号称丝绸之路第1管道的那个中哈原油管道，还有后来又建成了中哈天然气管道，都是大型的项目了。双方签署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呢，是达到了60多个。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俄罗斯它与哈萨克斯坦它的经济结构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它们都是属于那种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来这个创汇的国家。那么这个实质上就导致二者呢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中共对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呢，它通过这种经济合作是吧，它也是在与日俱增的。就连这个现任的总统不是叫做托卡耶夫嘛，他也曾经专程去前往北京去进修的，他是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所以这一切呢，他可以说早就让这个把哈萨克斯坦视为自己后花园的俄罗斯是戒备不已的。所以呢，这个话题啊，我们聊到这里，大家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俄罗斯对哈萨克斯坦这么快就出兵去进行干预了。因为这个不仅仅说涉及到俄罗斯很多在哈萨克斯坦的实际的利益，它更是俄罗斯重新强化自己对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宗主国的这么一个地位的绝好机会。那么相比之下呢，习近平现在这个有点姗姗来迟的口信的表态与他的支持呢，就明显的带有一些投机的色彩。我们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还是在1月2号爆发抗议的，对吧？它才几天的时间，这个抗议者就攻占了阿拉木图的市政厅以及重要的机场。那么托卡耶夫政权可以说是一时是岌岌可危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呢，中共是选择了观望的，因为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呢是在6号就公开的表示说，哈萨克斯坦当前发生的事情啊是该国的内政。相信当局能够妥善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等等。已经那个退居2线的胡锡进啊，他说的是更加的露骨了，他就声称说啊，俄罗斯都已经表态了，希望哈萨克斯坦通过对话的途径自行解决内部问题，外部的干预是不可接受的。然后他还来了这么一句，老胡相信中国也会是哈国自行稳定局势的坚定支持者。结果呢，这些话说完才几个小时就被打脸。俄罗斯呢，他们就一改前一天外国不应干预的立场，迅速的出兵，不但捞取了托卡耶夫一个绝大的人情，更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军事存在。有一位名字叫做哈姆扎耶夫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议员，他同时也是这个安全与反腐败委员会的成员。他呢，甚至就公开的声称说，应当马上对这个哈萨克斯坦呢举行一个全民公决，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个哈萨克斯坦回归他的历史上的祖国俄罗斯。说白了，就是要让哈萨克斯坦呢
合并到俄罗斯之中去。所以呢，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么一个背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习近平的这个表态，恐怕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在习近平致托卡耶夫的那份口信之中啊，他虽然有提到了像反对颜色革命等等，但是呢，他反复强调数次，都是在说坚决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平静生活，破坏哈萨克斯坦的稳定，以及破坏中哈友好，干扰两国合作等等。大家需要注意一点，习近平他在这里的用词啊，他是比较微妙的，也是非常讲究的。他没有使用哈萨克斯坦政府所使用的那个暴力恐怖势力，而是使用的任何势力。当然了，尽管出于这种惯性的反美的需要，我们看到党媒啊，现在是一股脑的都在散播说这个哈萨克斯坦事件又是美国在背后这个操纵，是吧？这些都是非常弱智的谎言了。但是呢，我相信习近平他这番话的真正的用意呢，他并不是说给远在万里之外的拜登听的，而是说给普京听的。他的弦外之音很清楚，就是说你想要出兵去维稳可以，但是桥归桥，路归路，不要影响了我的利益。除了中共在哈萨克斯坦拥有巨大的投资，我们刚才都有提到了，是吧？习近平担心的其实很有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件事。在刚才我们有提到，就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他们都属于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而普京呢，他是一直都在推动一件事，就是希望哈萨克斯坦同意该联盟来实行一个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标准关税。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这个决议要是通过了的话，那么俄罗斯它对中国和中亚之间的石油与天然气的贸易，俄罗斯就将拥有定价的权利。这可不是一个小事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排除这个托卡耶夫他把哈萨克斯坦的能源管控权让渡给了俄罗斯，以此来换取俄国出兵帮助他维稳。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普京他就将可以控制中共从中亚以何种价格以及何种数量去购买石油和天然气了。这不就等于是卡住了中共能源需求的脖子吗？等于是在一带一路的这个咽喉要道之上，普京去修建了一座闸门。平时没事儿的时候呢，普京他就可以敲着二郎腿在那等着收这个买路钱，但是一旦局势有变了，他随时可以翻脸，让这个一带一路立马就变成断头路。说真的，如果说普京他要真的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以后要使唤习近平完全可以是如搓小儿。而习近平呢，他现在仍然是发作不得的，他仍然只能靠撒币去稳住这个托卡耶夫。我们看到他在这份口信中他不是有提到这么一句嘛，说中方愿尽己所能向哈方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哈方渡过难关。这句话呢就是这个意思。他除了撒币这一招呢，其他的基本都不会。好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跟中国疫情有关的一条新闻，就是知名的那个福布斯杂志呢，它在近日又发表了一份由新泽西州的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的量化金融课程的主任，叫做乔治·卡尔霍恩的这个学者，他所撰写的一份分析调查的报告。他呢就专门研究了中共公布的这个疫情死亡的数据，然后呢他得出了一个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的结论，就是中共呢极大程度的少报了死亡的数据。我们说它是情理之中呢，是因为只要稍有基本的医学常识的人，以及对这个中共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共的那个疫情数据它造假不奇怪，它不造假才是奇怪的，对吧？说是意料之外呢，是因为这个福布斯这份报告它的结论呢，远远的超出了中共官方所公布的那个数据。按照这份报告，它引述这个经济学人所研究的一个模型来计算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比率，它叫做超额死亡率。就是他们根据这种研究的结果呢，就发现中国的疫情死亡人数是远远超过了官方通报的那个4636人，而是至少达到了170万人。
这个数字呢，它至少是美国现在死亡人数的2倍以上。那么关于这个大陆疫情啊，它究竟死了多少人？由于当局它采取了严酷的这种信息封锁以及贴身紧逼式的维稳，它导致呢几乎没有人能够透露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真相，对吧？这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啊。而中共的文宣系统，还有包括众多的像这些粉红啊、五毛等等，他们都是一直拿着中共官方公布的这个4000多人的数字呢，洋洋得意的作为中共的体制优越性的抗疫成功的证据，在四处的炫耀嘛。朋友们啊，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170万这个数据，是吧？觉得啊，你觉得这个数字看上去是不是很难以置信呢？实际上啊，有不少掩盖不住的数据信息啊，它都在反映出中国疫情死亡的真实数据是非常庞大的。比如说，根据这个中共国家统计局他们自己公布的历年的死亡人数，比如说在2015年的死亡人数呢，它公布是978万，2016年是980万，2017年就上升到988万。2018年是995万，到了2019年是990万，所以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在这5年之中的这个死亡人数，它是呈现了一种非常缓慢的小幅度的增长，它非常的稳定的，最大的增长的幅度呢，一次性它都没有超过10万人。但是呢，根据去年5月份中共官方自己公布的第7次人口普查的这个官方数据啊，2020年这一年的全年的死亡人数，它一下子就高达1461万人，它比2019年的990多万呢，一下子就增加了接近500万人。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此前做过的节目中曾经有谈到过，就是中共的工信部啊，他们自己公布的3大通讯公司嘛，从2019年底到2020年初2个月以内，这个手机出让用户的数量呢，它突然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骤减，数量高达2100万户。所以如此庞大的一个基数啊，哪怕其中只有10%的比例，它是因为这种疫情死亡造成的，它的数量也至少是在200万以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就是无论是海外的这种计算的模型，他们进行的调查，还是国内的这种一鳞半爪的抖露出来的真实的这些数据呢，它的结论是大体上一致的，就是在大陆疫情真实的这种死亡数据，它至少是达到了100万级的，甚至还有可能更高。那么在将来啊，如果说有一天中共解体以后，那么也许我们是可以看到，中共现在所拼命吹嘘的这个漂亮的防疫成绩，它只不过又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所堆砌起来的肥皂泡而已。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